每天一篇深度人物传记，今天我们来聊聊王守仁。如果你现在正陷入深度的精神内耗，在外界的评价体系里患得患失，在知道与做到的撕裂中痛苦挣扎，那么这个500年前的男人或许能给你最彻底的解药。他曾和你我一样，为了寻找人生的真理而痛苦迷茫，他也曾被命运的重锤无情砸碎，他得罪了权阉，在午门被打得皮开肉绽，一路躲避暗杀，最终被扔进了毒蛇遍地的贵州原始森林。换作任何人，在这必死的绝境中早该自我了断，但在生死的边缘，他却发现了人类痛苦的终极病根。我们总是心随境转，试图控制无法控制的外部世界，从而陷入无尽的内耗。于是他在毒气弥漫的溶洞里收回目光，向内求索。当他不再渴望朝廷的认可，不再恐惧恶劣的环境，甚至不再畏惧死亡本身时，一个拥有着绝对强悍内核的战神在贵州的连绵阴雨中浴血重生。要看懂他这场不可思议的绝地反击，我们必须先回到他出生时的那个大明王朝。如果给公元15世纪中叶的明帝国拍一张精神 X 光片，你会看到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这是一个拥有着无比庞大且精密官僚躯体的帝国，但他的脑死亡已经持续了上百年。自从明初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唯一官方意识形态，并将科举考试死死限定在四书五经的格式里之后，天下读书人的灵魂就被套上了一件无形的铁黄马褂。这件马褂的名字叫存天理，灭人欲。数以百万计的聪明大脑被圈养在朱熹注解的经书里，他们好守穷经，只为在字里行间抠出符合圣人标准的一点残渣，换取功名利禄。大明王朝不需要思想家，只需要一台能够精准背诵理学的肉身打印机。整个帝国在一种名为绝对正确的虚无中缓慢地走向僵化与腐朽。直到公元1472年，浙江余姚的一个富贵人家里降生了一个天生就带着反叛病毒的异类。这个异类的出场充满了诡异的宿命感。据说他母亲怀孕14个月才将他生下，而直到5岁，这个孩子依然无法开口说话。在那个崇尚早慧的年代，一个5岁还不会叫爹娘的孩子几乎被判定为智力缺陷。直到一位云游的义僧路过，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并为他更名为守仁后，他才突然金口大开，将祖父平日里读过的诗词倒背如流。这个近乎神话般的开局似乎隐喻了他的一生，他注定要沉默地蛰伏许久，而一旦开口，必将惊世骇俗。王守仁的家族是典型的江南书香门第，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的人生轨迹本该是清晰且乏味的：读书、考试、做官、光宗耀祖。但这句躯壳里装着的，却是一个极度渴望挣脱束缚的狂野灵魂。11岁那年，他在私塾里问了老师一个让所有大人瞠目结舌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老师给出了标准答案：考科举做大官就是人生最顶级的成就。年少的王守仁摇了摇头，稚嫩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冰冷的决绝：登第未必为第一等事，读书做圣贤人才是。想要在程朱理学统治的明朝成为圣贤，是一件既高尚又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朱熹已经规定好了成圣的唯一路径，格物致知，也就是去研究天下万事万物，从而领悟其中蕴含的天理。20岁的王守仁是个彻头彻尾的实干派，他决定按照圣人的指示去革院子里的一片竹子。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竹林前，死死盯着那些翠绿的植物，试图看穿竹子内部的宇宙真理。1天、2天、3天，风吹日晒，不吃不喝。到了第7天，真理没有浮现，王守仁却因为劳神过度，心力交瘁，大病一场，险些一命呜呼。
那次对着竹子的干呕与高烧，是王守仁人生中第一次巨大的信仰危机。他痛苦地发现，外部世界的事物与自己内心的道德诉求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竹子的理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如果圣人的路走不通，那这天下还有谁能救赎这颗焦躁不安的心？此后的10几年里，他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在儒释道三家里疯狂地寻找出口。他去边关练习骑射，试图在黄沙漫天中寻找金戈铁马的痛快。他沉迷于词章诗赋，试图在文学的温柔乡里麻醉自己。他甚至在新婚之夜跑去和道士探讨长生久世之术，彻夜不归。在世俗的眼光里，状元郎家的公子疯了，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狂生。但他自己知道，那是在黑暗的铁屋子里寻找哪怕一丝光亮的绝望摸索。尽管灵魂深处狂澜遍起，但作为大明状元的长子，帝国那套严密而庞大的科举系统依然像黑洞一样，无情地将他拉回现实的轨道。在世俗的期盼下，他必须去考取功名。可这位连天理都敢去质疑的年轻人，显然无法将全部心思安放在僵化的八股文上。他先后2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面对旁人的惋惜与嘲讽，这个狂生仅仅留下了一句极其自傲的宣言：别人以考不中为耻辱，而我只以因为考不中而扰乱了内心的平静为耻。直到公元1阴499年，28岁的王守仁才终于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了大明王朝的官僚机器。他先后在工部、刑部历练，最终被调入兵部。表面上看，他似乎向现实妥协了，那具曾四处流浪的躯壳穿上了绯红的官服，成了一名按部就班的帝国官员。然而，大明王朝没有给他继续安静蛰伏的时间。时间来到了公元1505年，这一年，15岁的明武宗朱厚照登基，年号正德。这是一个将皇权当成大型实景角色扮演游戏的荒唐帝王，而他身边聚集了一群被称为八虎的太监，为首的叫刘瑾。刘瑾是一个权力的贪吃蛇，他利用小皇帝的贪玩，迅速接管了帝国的特务机构和行政大权。一时间，东厂西厂的藩子如丧家之犬般撕咬着朝廷百官，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满朝文武噤若寒蝉。那些平日里满口程朱理学、浩然正气的道学先生们，在太监的屠刀面前纷纷选择了闭嘴，甚至跪地认贼作父。大明帝国的精神防线在这一刻崩溃得一塌糊涂。理论上的道德高地掩盖不住现实中的骨软筋酥。公元1506年，南京给事中、御史等言官实在看不下去，联名上书弹劾刘瑾，结果被刘瑾脚趾全部逮捕入狱。消息传到北京，整个大明官场死一般的寂寂。那些穿蟒袍玉带的大员们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六品芝麻官的王守仁站了出来。他并不是不知道后果，他熟读史书，深知在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帝国里，得罪一个一手遮天的权阉，就等于主动把脖子伸向了铡刀。但他无法控制自己，那个在竹林前干呕过，在佛寺里迷茫过，再到观里求索过的心，此刻却异常的清醒。既然你们平时读的圣贤书在刀斧面前全是废纸，那今天我就用这条命来称一称大明王朝的骨气。王守仁奋笔疾书，写下了一封谏书。这不仅是一封奏折，这是一份赴死宣言。刘瑾的报复来得极其迅猛且残暴，没有审判，没有辩驳，直接停杖40，然后贬为贵州龙场驿站驿丞。停杖
是明朝皇帝发明的一项极具羞辱性和残酷性的刑罚。在午门外扒下裤子，用带有倒刺的粗木棍重击皮肉。那一天，北京城的天空阴沉得像要滴出水来。王守仁被死死按在冰冷的青砖上，周围是监刑太监阴冷的目光和锦衣卫冷酷的面庞。第一棍落下，皮开肉绽，沉闷的击打声在巨大的皇城广场上回荡。第二棍，鲜血飞溅。第三棍，意识开始模糊，40大板足以将一个健壮的武夫打成肉泥，何况是一个文弱的书生。当最后一棍落下时，王守仁已经变成了一个血肉模糊的雪人，昏死在午门外的血泊中。但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带着满身的溃烂和深入骨髓的疼痛，他被扔上了一辆破旧的牛车，被流放至距离京城数千里之遥的贵州修文农场。如果仅仅是流放，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悲剧。刘瑾的毒牙并没有打算放过这个胆敢逆鳞的狂徒。在南下夫人的路上，王守仁察觉到身后一直有几双阴冷的眼睛在盯着自己。刘瑾派出的杀手准备在荒郊野外让他彻底闭嘴。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猫鼠游戏。在行至钱塘江边时，王守仁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面前是波涛汹涌的江水，身后是冰冷的钢刀。在那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做出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定。他将自己的鞋子和衣服留在江边，制造了投水自尽的假象，然后自己潜入冰冷的江水中，顺流而下，九死一生，才逃脱了杀手的追踪。从钱塘江的刺骨寒水中爬上岸的那一刻，王守仁彻底死过了一次。他失去了官职，失去了名誉，甚至在朝廷的档案里，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他成了一个游荡在大明帝国版图边缘的孤魂野鬼。他一路南下，翻越武夷山，穿过湘西的密林，徒步走向那个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瘴疠之地——龙场。这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但也是一条走向神坛的路。历史在公元1507年的春天平住了呼吸。他残酷地剥夺了王守仁的一切：肉体的健康、政治的前途、士大夫的尊严。他把他像一块破抹布一样扔进了贵州万山丛中那个充满毒蛇猛兽、语言不通、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原始森林里，把他逼到了人类生存和精神承受的绝对极限，去考验他那颗曾经渴望成为圣贤的心，是否还能在绝望的深渊里跳动出微弱的回音。此时的王守仁还不知道，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在贵州的连绵阴雨中开始酝酿。当王守仁拖着几乎残废的双腿终于踏入贵州修文农场地界时，迎接他的不是驿站的同僚，而是一片死寂的荒山野岭。这里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驿站，只有丛生的荆棘、蔽日的毒瘴以及连绵不绝的阴雨。当地的原住民是尚未开化的苗人与彝人，他们说着王守仁完全听不懂的语言，用警惕甚至敌视的目光打量着这个穿着破烂汉人衣冠的流放者。在明帝国庞大的官僚体系里，龙场一城是一个微贱到连品级都没有的差事，把他扔到这里，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带刀刃的死刑。生存的残酷以最直接的方式碾压过来。没有房子，他只能在一处阴暗潮湿的天然溶洞里安身。这个后来被命名为阳明洞的地方，成了他最后的庇护所。没过多久，跟随他一起来的几个老仆便因水土不服和惊恐交加，全部病倒了。这位曾经锦衣玉食的状元郎公子，大明朝的正六品文官，此刻不得不收起所有的清高与身段，亲自去深山里砍柴，去毒蛇出没的溪边打水，去熬煮那些难以下咽的野菜。在夜深人静、篝火将熄之时，真正的恐惧才像毒蛇一样死死缠住王守仁自己的心脏。刘瑾的杀手随时可能破门而入，
南方的瘴气随时可能夺走他的呼吸，而最让他痛苦的是精神世界的彻底坍塌。他苦苦追寻了30多年的圣人之道，在贵州这片冰冷潮湿的烂泥里显得如此苍白可笑。程朱理学教导他去格物致知，去外部世界寻找天理，可在这连饭都吃不饱的10万大山里，去格什么？去格那些啃食他伤口的毒虫吗？如果天理真的存在，为何忠臣血染午门，而阉党却在庙堂上狂欢？王守仁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内耗与绝望，他发现自己剥落了官府、名誉、家族的光环后，面对生与死，依然脆弱得不堪一击。在那段至暗的日子里，他日夜端坐在石棺之中，仿佛自己已经是一个死人。他将生命中所有牵绊的东西一件件剥离，他放下了对官爵的渴望，放下了对家族的愧疚，放下了对刘瑾的仇恨。最后，他硬生生地将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也从灵魂里剜了出去。他对着空荡荡的溶洞，在心底一遍遍地问自己，如果圣人处在我现在的绝境中，他会怎么做？难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外部条件吗？绝对不是。历史的奇迹往往诞生于人类精神承受力的绝对极限处。一个深夜，龙场大雨倾盆，雷电交加，王守仁依然静坐，他的呼吸极其微弱，意识仿佛游离于这具千疮百孔的躯壳之外。突然，一道惊雷撕裂了贵州漆黑的夜空，也毫无征兆地劈开了王守仁脑海中那座封闭了30多年的理学铁屋。在这震耳欲聋的雷声中，他猛然睁开双眼，发出了近乎癫狂的狂笑。他大笑，继而大哭，声音在空旷的溶洞里回荡，将沉睡的仆人们惊醒。仆人们惊恐地看着他们的主人，以为他在绝望中彻底疯了。但他没有疯，他在这最深的黑暗中看到了宇宙间最耀眼的光芒。在那一瞬间，他突然顿悟了，原来人世间所有的真理、智慧以及成为圣贤的力量，根本不需要向外去苦苦攀求，他们从一开始就完完整整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试图去外界的事物中寻找答案，从一开始就彻底走错了方向。这个如同核爆炸一般的终极领悟，彻底摧毁了统治大明王朝100年的思想枷锁。王守仁终于明白，自己当年搬着小板凳去竹林里死磕，试图看穿客观万物是多么的荒谬。真理从来就不在那片竹林里，不在高高在上的圣旨里，也不在朱熹枯燥的经书里，它就在这颗跳动的纯粹的心中。只要内心做到至诚至善，那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自然就是天地间的正道。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在这个最臭的死人堆里，在这个被帝国彻底遗弃的角落，王守仁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反叛。他不再向外索求，不再内耗，因为他找到了力量的终极源泉，那颗本自具足的心。悟道之后的王守仁仿佛换了一个人，他的眼神中不再有迷茫和焦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看穿一切的通透与悲悯。他不再抱怨农场的环境恶劣，因为境由心造，既然外部世界无法改变，那就用强大的心力去包容它，重塑它。他开始走出溶洞，用最真诚的心去和那些语言不通的苗人、彝人交流。他不再用高高在上的大明官员姿态去说教，而是挽起裤腿，教他们搭建更加坚固的房屋，教他们开垦荒地，甚至在简陋的草庐里，为这些从未读过书的蛮荒之民讲授他刚刚悟出的心学。时间流逝，一切都在改变。那些原本充满敌意的原住民，被他身上那种纯粹的知行合一的真诚所打动，纷纷砍伐木材，为他建起了一座书院。在这片帝国最荒凉的土地上，王守仁竟然建立起了一个充满温情与秩序的小小乌托邦。
他开始明白，知和行从来都不是两回事。你以为你懂得了一个道理，但你做不到，那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觉醒必然伴随着行动。在龙场的这3年，王守仁把所有的苦难都当成了磨练心性的磨刀石，完成了从一个文弱的理学书生向一个知行合一的实干家的蜕变。命运总是偏爱那些在绝境中依然不肯交出灵魂的人。公元1510年，远在北京的政治风暴再次骤起。明武宗朱厚照终于对刘瑾的专权感到了厌倦与恐惧，一场干脆利落的内部清洗迅速展开。曾经不可一世的刘瑾被凌迟处死，笼罩在王守仁头顶长达4年的死亡阴影瞬间烟消云散。不久之后，朝廷的调令翻山越岭，送到了龙场。王守仁被任命为江西庐陵县知县。当他收拾行囊，最后一次回望那个曾经困住他，却也重塑了他的扬名洞时，他的内心早已古井无波。他依然穿着那身朴素的衣衫，身形依然消瘦，但那具躯壳里已经熔铸进了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从公元1510年跨出贵州10万大山的那一刻起，王守仁就再也不是那个只会坐在竹林前干呕的孱弱书生了。龙场的那场惊天暴雨洗去了他骨血里所有关于理学的腐儒气息，替换上的是一种令人胆寒的名为知行合一的极致现实主义。在接下来的9年里，大明王朝的官僚机器惊愕地发现，这个曾经只会被廷杖打得满地找牙的文官，变成了一把出鞘的杀人利剑。公元1516年，这把剑指向了帝国的溃疡之地江西赣南。当时的南赣简直如同人间地狱，悍匪割据险恶，攻州陷县，杀人如麻，连前任巡抚都被吓得装病逃跑，赣县主簿更是战死沙场。大明朝廷束手无策，只能将已经是左迁都御史的王守仁推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明朝的官员剿匪向来是剿抚并用，实则养寇自重。但王守仁不玩这一套，他带着龙场悟道后的冰冷目光，一眼就看穿了这场动乱的病灶。贼不在深山，而在官府。刚到任，他就察觉到衙门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迅速传到匪首耳中。他没有声张，而是秘密抓捕了那些充当内鬼的衙役。在王守仁那种仿佛能看透灵魂的严厉注视下，内鬼们吓得浑身哆嗦，和盘托出。王守仁非但没有杀他们，反而赦免其罪，将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双面间谍。整盘棋的迷雾瞬间在他的脑海中消散。为了彻底放开手脚，他向朝廷请奏，赐予了他代表生杀大权的棋牌。紧接着，这位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哲学家向世人展示了什么叫做兵法上的诡异狡诈。他亲率精锐屯兵福建上杭，起初大造声势，随后突然拔营，假装撤退。就在盗贼们以为官军怯战而放松警惕的那个深夜，王守仁的大军如幽灵般杀了个回马枪。这一战连破40余寨，斩俘7000余人。在这场荡平南赣数十年的平叛中，王守仁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穿插、奔袭与伪装，把一群乌合之众的悍匪打得灰飞烟灭。那些追随他的书生和偏将们看着战火中从容不迫的王守仁，惊呼他简直是神明附体。他们无法理解，一个每天还在军营里给学生们讲授儒家心学的老师，怎么只要一放下书本，就能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但杀戮从来不是目的。在满地废墟之上，王守仁放下了带血的屠刀，重新拿起了教化人心的刻刀。贼首伏诛后，他在衡水故地设立了崇义县，紧接着在南赣大地上恢复了古老的保武制度，建立起父老子弟的民兵武装。他推行严密的10家牌法和南赣相约，
瞬间切断了山贼与百姓之间的利益输送，让好斗逞凶的民风迅速扭转。不仅如此，他还在当地大办学校，重修联习书院，刻印儒学经典，提高教师待遇。一时间，南赣地区书声朗朗，百年匪患之地竟成文明之邦。只有王守仁自己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兵法，这就是心学。在给弟子的信中，他写下了一句犹如谶语般的千古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明白，自己真正在与之作战的，不是那些拿着长矛大刀的草寇，而是人心中因为贪婪、恐惧和无知而滋生的贼影。无论是在战场上料敌如神，还是在战后重建相约，只要他的心足够纯粹，没有思念的干扰，敌人的每一个破绽，世道的每一个顽疾，在他的眼中都会被无限放大，从而迎刃而解。然而，剿灭集火山贼，对于这颗刚刚觉醒的心来说，充其量只是一场热身。历史真正的狂风暴雨，以一种毁天灭地的方式降临了。那是大明正德14年的6月，蓄谋已久的宁王朱宸濠在南昌悍然起兵造反。这绝对不是一场普通的叛乱，宁王为了这一天足足准备了10年。他不仅拥有10万装备精良的精锐之师，还用重金收买了朝廷内外无数的官员作为内应。宁王大军杀气腾腾，顺着长江顺流而下，直指南京。一旦南京陷落，大明帝国的半壁江山就将彻底易主。消息传出，天下震动，整个江南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大明王朝的100年基业悬于一线。而此时的王守仁在哪里？他正坐在一艘前往福建平息另一场小兵变的木船上，手里连一块调兵的兵符都没有，身边只有几十个老弱残兵。当宁王造反的消息传到他耳中时，叛军的前锋已经将他所在的丰城团团包围。宁王甚至派出了最精锐的刺客，发誓要将这个名满天下的大儒碎尸万段，以继其立威。这又是一个比龙场还要令人窒息的死局。手无寸铁的哲学家面对10万武装到牙齿的叛军，在任何正常的历史剧本里，王守仁最好的结局就是跳江殉国，留取丹心照汗青。但在龙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是不会认命的。王守仁的瞳孔里只有一种如同深渊般的冰冷与平静。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利用对地形的熟悉，连夜乔装打扮，乘坐一叶扁舟，在叛军的眼皮子底下奇迹般的逃脱，一口气狂奔到了吉安。站稳脚跟后，大明帝国历史上最离谱也最精彩的一场降维打击拉开了帷幕。王守仁手里没有兵，但他有全天下最强大的一颗大脑。他知道现在去和宁王硬拼就是以卵击石，他唯一需要争取的是时间。他必须把宁王的10万大军死死地定在南昌城里。于是这位大明圣人开始了他令人啧舌的妖术表演。他连夜伪造了一大批兵部廷记和皇帝密旨，在公文里言之凿凿地宣称，朝廷早已洞悉宁王的阴谋，此刻已经调集了广东、广西、湖广等地的40万大军，正从四面八方向南昌合围。而王守仁自己正是这40万大军的总指挥。为了让这出戏逼真到骨子里，他不仅把这些假公文盖上假印章，沿途张贴，还故意派一些看似机灵实则愚笨的死奸，带着这些密信去南昌城周围瞎转悠，确保他们被宁王的巡逻队精准抓获。这套眼花缭乱的连环计，在今天看来或许只是一场信息战，但在那个信息极度闭塞的年代，他对宁王朱宸濠的心理防线造成了毁灭性的核打击。宁王坐在富丽堂皇的王府里，看着案头堆积如山的情报，陷入了巨大的自我怀疑和深深的恐惧。他不再相信身边的谋士，他开始觉得南昌城外每一片树林里都埋伏着朝廷的伏兵。
整整12天。10万大军在这位空手套白狼的哲学家制造的心理幻境中，硬生生地在南昌城里瘫痪了12天。这12天是王守仁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是大明王朝的救命稻草。利用这宝贵的12天，王守仁在吉安紧急动员，东拼西凑，终于拉起了一支8万人的平叛义军。当宁王终于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被一个书生像猴子一样戏弄时，他立刻率领大军如决堤的洪水般扑向安庆，直逼南京。此时王守仁刚刚集结完毕的杂牌军将领们纷纷请战，要求立刻尾随追击宁王。然而坐在中军大帐里的王守仁却微微一笑，吐出了4个字：直捣南昌。这就是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最高境界。王守仁的视野根本没有被宁王牵着走，他太清楚了，如果尾随追击，就会陷入宁王预设的战场。但宁王的根基、家眷，10年来积攒的无数财富，全都在南昌。攻敌所必救，才是真正的杀招。大军立刻调转枪头，犹如一把神兵天降的利刃，轻易地切开了防守空虚的南昌城。正在安庆前线猛攻的宁王听到老巢被端的消息，如同遭受了晴天霹雳。进，南京城高池深短时间打不下来；退，老巢已失，大军即将断粮。在巨大的恐慌中，宁王犯下了兵家大忌，他下令全军回师，去和王守仁决战。而这正中王守仁下怀，他已经在鄱阳湖的江面上为宁王布下了天罗地网。宁王将庞大的战舰首尾相连，试图以绝对的力量碾压王守仁的临时水军。但在王守仁眼中，这不过是当年曹操赤壁之败的翻版。此时鄱阳湖上狂风大作，宁王的舰队火光冲天，10万叛军在烈火与浓烟中惨叫落水，湖水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漫天的箭雨如同蝗虫般遮蔽了日光，战鼓声、厮杀声震耳欲聋，整个天地仿佛都陷入了修罗地场。而此时此刻，在这场决定大明帝国生死存亡的决战中央，距离交战前线不足数里的中军楼船上，王守仁在做什么？他正端坐在太师椅上，燃着一炉沉香，在一群目瞪口呆的弟子面前，有条不紊地讲述着他的心学要义。突然，一名浑身是血的传令兵跌跌撞撞地冲进来，跪倒在地嘶喊：前锋战船被敌军火炮击中，我军阵型大乱，有退兵之势。弟子们吓得脸色惨白，纷纷起身准备逃命。王守仁却没有停止讲学，他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只是用极其平淡的语气对着身旁的督战官吐出几个字：传令下去，退后者斩。不到1炷香的时间，又一名传令兵狂奔而入，这次他的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狂喜：报！风向突变，我军火船已冲入敌阵，贼军大乱，宁王已被生擒。满船的将士和弟子爆发出震天的欢呼，有人喜极而泣，有人手舞足蹈。而在这一片沸腾的狂欢中，王守仁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他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端起手边的冷茶抿了一口，然后转过身，看着那些心神俱震的弟子们，继续开始讲学。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在三军阵前，在血肉横飞的杀戮场上，他的心就像一面没有一丝灰尘的明镜，将所有的虚妄、恐惧和狂喜全部反射出去，只留下对当下事物最精准的判断。35天，仅仅35天，一场蓄谋了10年，足以颠覆大明王朝的10万大军叛乱，就这样被一个半路出家、手里连正规军都没有的哲学家，用一种近乎降维打击的方式，轻描淡写地抹平了。然而，如果历史的故事总是以英雄的胜利作为结局，那它就不配被称为充满了宿命感与悲剧色彩的真实。
王守仁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叛王，但他却没有料到，一场比10万大军还要荒谬、还要黑暗的政治风暴，正从北京城的紫禁城里朝着他呼啸而来。他即将面对的不是真刀真枪的敌人，而是大明王朝最高权力的极致腐败，以及整个官僚体系对他这种异类的疯狂反扑。就在王守仁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时候，那位是皇权如儿戏的正德皇帝朱厚照，正带着他庞大的私人卫队和一群佞臣，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南下，号称要御驾亲征。当宁王兵败被活捉的消息传到这支荒唐的南巡队伍中时，皇帝身边的宠臣江彬等人不仅没有丝毫平息叛乱的喜悦，反而妒火中烧。他们觉得这个多事的书生抢走了皇帝亲手评判的剧本。于是大明帝国历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一道圣旨诞生了。朝廷的特使来到王守仁面前，用一种近乎无赖的口吻命令他把已经被生擒的宁王放回鄱阳湖里，让皇帝带着大军再亲自抓一次，以彰显大明皇帝的神威。站在南昌城头的王守仁看着眼前这张盖着玉玺的荒唐诏书，听着特使们趾高气扬的斥责，他突然感到一阵比当年在贵州龙场还要彻骨的严寒。他为了保卫这个帝国呕心沥血，九死一生，但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却把它当成了一场随时可以重置的过家家游戏。满朝文武的构陷，太监权臣的嫉恨，皇帝本人的昏庸，像一张巨大而肮脏的网，死死地罩住了这个刚刚拯救了天下的功臣。换作任何一个正常的将领，在手握平叛大军、拥有极高威望的此刻，面对如此昏暗的朝廷，或许都会生出取而代之的野心，或者在极度的委屈中愤懑发狂。但他是王守仁，在龙场里他早就死过了一次，在无数次的生死边缘，他早就看穿了名利与生死的虚妄。面对着荒谬绝伦的政治绞肉机，他没有愤怒，没有反叛，甚至没有辩解。他以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政治智慧和隐忍，将俘虏连同所有的评判功劳悄悄移交给了皇帝身边稍微通情达理的太监张勇，自己则以称病为由，转身遁入了九华山的云雾之中。就是在九华山幽暗的古寺里，在面对着大明王朝最深不见底的政治黑洞时，王守仁完成了他思想体系的最后一块，也是最伟大的一块拼图。50岁的王守仁正式提出了致良知这3个字。如果说龙场的知行合一是他个人的绝地反击，那么致良知就是他为整个陷入黑暗的时代开出的一剂猛药。他终于看透了，这个世界是不会好的，皇帝可能荒唐，制度可能腐朽，小人可能当道，外部的一切环境都可能令人窒息。但那又怎样？哪怕这天下在黑暗，哪怕所有的伦理纲常都烂透了，每个人的心底依然有一颗不证自明、永远发光的良知。那是人类道德的终极底线，是判断是非善恶的绝对标准。你不需要去四书五经里寻找标准答案，也不需要去迎合世俗的潜规则，你只需要摒弃私心杂念，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勇敢地去做。这就是致良知。这是一场真正的灵魂觉醒，他把成圣的权力从高高在上的程朱理学神坛上拉了下来，交到了每一个贩夫走卒、平民百姓的手中。然而大明帝国的体制是容不下一个试图唤醒底层灵魂的思想家的。公元1521年，荒唐的正德皇帝驾崩，嘉靖皇帝朱厚熜继位。这位以阴质和极度掌控欲著称的年轻帝王，敏锐地嗅到了王守仁心血中潜藏的巨大破坏力。一个不需要盲目服从权威，只听从自己内心良知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乖巧的奴才？于是在这个本该大展宏图的新朝代，王守仁反而被彻底边缘化了。他的功绩被淡化，他的学说被正统理学官员们疯狂攻击为异端邪说。
他被迫辞官，回到老家绍兴，在天泉桥上开馆授徒，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平静也是最落寞的几年。但历史的宿命感在于，每当这个帝国陷入无法收拾的烂摊子时，他们又不得不厚着脸皮去请那位被他们排挤到角落里的圣人出山。公元1527年，两广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叛乱，朝廷屡次派兵镇压，均告失败，大半个西南陷入战火。嘉靖皇帝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启用已经56岁、肺病缠身、可写不止的王守仁，任命他为两广总督。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出征。大军开拔的那一天，天空飘着凄冷的细雨，王守仁连骑马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是被弟子们抬在竹轿里，一路剧烈咳嗽着走向南方的10万大山的。面对两广错综复杂的叛乱，这位昔日用35天平定10万大军的战神，这次却没有急于挥动屠刀。他拖着枯槁的病体，将致良知运用到了极致。他深知这些少数民族是被苛政逼反的，于是他下令撤回围剿的大军，废除繁重的赋税，并在当地大办学校，教他们识字、种田，用最真诚的善意去抚慰那些惊恐愤怒的心灵。仅仅不到1年时间，没有惨烈的厮杀，没有血流成河，两广的100年积弊便平息了。这不是军事的胜利，这是以心印心，以德服人的文明碾压。当两广的捷报传回北京时，朝廷再一次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他们不需要一个完美的圣人，他们只需要一个可以被控制的官僚。就在朝廷还在为如何赏赐或者如何继续打压他而争论不休时，王守仁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公元1529年的初冬，大雪封江，一艘简陋的官船停泊在江西南岸的青龙铺，船舱里油灯如豆，58岁的王守仁静静地躺在病榻上。他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了。回首这一生，因言获罪，历经生死，流放蛮荒，平定奇功，又遭猜忌，一生都在与这庞大而僵化的帝国体制搏杀。他试图用一颗燃烧的心去温暖这个冰冷的世界，最后却落得满身伤痕。闻讯赶来的弟子周基跪在床前，泣不成声。他看着师父苍白平静的面容，哽咽着问道：“先生，还有什么遗言吗？”王守仁微微睁开眼睛，目光透过昏暗的船舱，似乎看到了50多年前余姚老家那片深不可测的竹林，看到了龙场那个大雨倾盆的漆黑溶洞，看到了鄱阳湖上冲天的火光，也看到了千千万万个在绝望与迷茫中挣扎的普通人的灵魂。他微微牵动了一下嘴角，露出了一个释然的微笑。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极其清晰地吐出了8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短短8个字，是他为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写下的最完美注脚。我这一生历经万死千伤，受尽世间的冷眼与权力的构陷，但我的良知始终如明镜般不曾染尘。既然我的内心已经澄明坦荡，无愧于天地，对这个世界便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也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辩解了。随着最后一丝气息的消散，那具承载了无数苦难与奇迹的躯壳，在江西南安的漫天风雪中迎来了永恒的安息。对于大明王朝的统治者而言，他们或许暗自松了一口气，以为终于熬死了一个难以掌控的异类，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肉体的陨落从来不是伟大灵魂的终结，而是一场更浩大风暴的开端。那个在孤舟上闭上双眼的老人，早已经把最具颠覆性的火种悄无声息地种进了这片土地的深处。当我们跳出王守仁波澜壮阔的一生，站在宏大的历史维度去俯瞰，就会明白他究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大明王朝曾用极其严密的八股取士和程朱理学，打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精神监狱，
试图把所有人都圈养在朱熹的注解里，变成没有思想的帝国螺丝钉。但王守仁用自己的一生，生生地砸碎了这层铁幕。他完成的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平权运动。他告诉世人，真理不在高高在上的皇权里，不在圣人的只言片语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心中。他那句惊世骇俗的满街都是圣人，把判断是非善恶的权利从统治阶级的手中一把夺回，交还给了贩夫走卒。这种近乎狂热的个人觉醒，在晚明时期掀起了一场席卷思想界的超级风暴。从李治的狂卷到黄宗羲的启蒙，无数知识分子踩着王守仁开辟的道路，开始了对君主专制制度最猛烈的抨击。然而，历史的走向总是充满了残酷的辩证法与宿命般的悲剧。王阳明点燃了这把解放人性的烈火，却无法控制火势的蔓延。他一生都在强调是上炼，要求在实践中磨砺良知，但到了晚明，他那些狂热的徒子徒孙们却逐渐抛弃了行的苦功，陷入了对心的虚无狂欢。心学被极端化，成了许多文人纵欲妄为、空谈误国的借口。明朝末年，无数士大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亦死报君王，这幅末世的凄凉画卷成了王阳明始料未及的历史反噬。他开出了一剂拯救僵化时代的猛药，却被一个走向衰亡的帝国吃成了毒药。这或许是一个伟大的先行者最孤独也最无奈的宿命。今天，距离王守仁在南安的那个大雪之夜离世，已经过去了近500年。我们不再穿长袍马褂，不再考八股文，似乎拥有了前人无法想象的自由。但实际上，现代人依然被困在另一种形式的农场里。我们在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中迷失，在职场的剧场效应里内耗，在外界点赞与流量的评价体系里患得患失。我们懂得成千上万条高深莫测的道理，却依然在深夜里焦虑，在清晨里拖延。我们看似拥有一切，内心却如同荒漠般匮乏，知与行被彻底撕裂。而那个500年前被廷杖打得血肉模糊，在毒蛇猛兽的包围中原地飞升的男人，依然用他那看穿一切的目光，隔着历史的时空静静地注视着我们。他用他一生的苦难、辉煌与遗憾，一遍遍地告诉后人那个最简单也最深刻的真相：向外求，你将永远匮乏，永远焦虑，永远被世界奴役；向内求，点亮你内心的良知，去行动，去试错，去在世上磨练。绝境从来不是来毁灭你的，它是来逼你觉醒的。只要此心光明，这世间便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将你打败。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